秦将石。在东南亚有这么一种降头术，叫做情降，能使人爱欲情深，欲罢不能。美艳的小三儿用情降抢走她的老公，还把他赶出家门。他为了报复渣男和小三儿，竟然将他的亲骨肉炼成了蛊。我叫李凡，在老城区的旧街口开着一家杂货铺。那天有个邻居过来买酱油，闲聊间他就跟我说了个八卦，说那前阵子隔壁的高档社区出了个大闹剧，小三儿打上门来，竟然将原配给扫地出门。这件事儿在周围的几个小区之间传得沸沸扬扬，女人们就觉得这男人是有了钱就变坏呀，糟糠之妻都能抛弃，真不是个东西。男人们觉得食色性也，原配长得丑陋，移情别恋一个大美女，这实在是人之常情。就这么个事儿，有不少的夫妻非要争出个对错来，有些还为此闹了架。那个男人我见过，高高瘦瘦的，长得帅不说，关键还很有钱。要知道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只要有钱，无论是脑满肠肥的秃顶老男人，还是满身赘肉的肥腻老女人，这多的是小美女小鲜肉主动现身。况且这男人不仅有钱，还年轻帅气，这简直就是金龟婿的不二人选。外面的小妖精们那是恨不得把他给生吞活剥了。不过我记得他似乎有点毛病。那男人好像眼睛看不见吧？这邻居咂咂嘴。哎呦，是啊，你要是不瞎，凭他那条件能娶个那样的媳妇儿吗？这倒是大实话呀，那夫妻俩怎么看怎么不般配。这女的身高不足1.6米，有点胖，皮肤黑黄黑黄的，单眼皮，蒜头鼻，小眼睛，厚嘴唇，那确实不咋好看。童话里都是美女跟野兽，他们就是王子与丑女，只不过童话里的野兽会变成英俊的王子，而现实中的丑女，这除了2次投胎，就只能借助现代医美技术了。邻居又说了，这说来奇怪啊，这男人瞎了好些年了，寻遍名医都治不好，可是认识这小三儿之后啊，竟然没多久就神奇般的复明了。男人复明之后，看到家里的妻子如此的丑陋，外面的小三儿是何其的美艳，那花花肠子就藏不住了，趁着原配不在家，3番2次的把小三儿带回来鬼混。终于这有一次是被原配逮个正着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小三儿啊，衣服都来不及穿，光溜溜的就被赶了出去，嘿呀，真不知道多丑。可是这小三儿也不是省油的灯啊，丢了这么大脸，对原配更是恨之入骨。在小三儿的挑唆下，男人把妻子视为丧门星，十分的厌烦，这才有了这出迎小三儿回家把妻子赶出门的闹剧。你是没见着啊，那小三儿长得可美了，那身段前凸后翘的，风骚得很。要是换了我呀，那我也得选小三儿啊。听说啊，这小三儿勾人得很，夜夜都缠着男人做那事儿，那叫的隔壁都能听见，经常搞得半夜才消停。这就是可怜了原配了，被赶出家门，也不知道以后日子怎么过呀。我就听着吧，觉得不太对。那个原配我曾经远远地打过2眼，乍看之下其貌不扬，实则那可不是个好相与的。这别看现在小三儿得意，
只怕用不了多久，这男人和小三儿就得倒大霉。这不，今天这邻居又来了，他好像是被什么害人的东西追赶着，一路狂奔地冲进我的店里。看他这模样，这次肯定不是来买酱油的。气儿都没喘顺呢，他弯着腰，一手撑着膝盖，一手指着屋外，焦急地说道：哎呦我去，出事儿了，你赶紧跟我去看看去，这闹不好啊得出人命呢。听他说呀，他在那个男人家里做着钟点工，每天有2-3个小时，就是打扫卫生，做饭。之前原配还在的时候，虽然他看起来有点阴沉，不爱说话，但为人不错，算是个不错的雇主。自从小三儿住进来，这家里边就经常发生怪事儿。前一天洗好晾干的衣服，这第二天就脏兮兮的出现在洗衣楼里。刚做好的饭菜端上桌，这吃的时候却变成了生米，那肉里边还带着血丝。房间里的灯总是莫名其妙的开了又关，关了又开，那就像是有小孩在顽皮的按开关玩。明明擦得干净的桌椅家具，过不久就会出现脏兮兮的黑印子。起初啊，小三儿以为是钟点工对他不满，故意搞些小动作吓唬他，为此还训斥了钟点工几次。这直到有一天深夜，小三儿穿着新买的性感内衣，黑色的薄纱布料把这一身滑腻的皮肤衬托得更加白皙，侧躺在床上摆出撩人的姿势，这正准备和男人玩些新花样，突然就听到这外边传来嘈杂的吵闹声。这俩人走出房间查看，就看到客厅里的电视机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那频道跳来跳去的，音量一会儿开到最大，一会儿降到最低。这俩人吓得是脸色发白，谁也不敢上前查看。突然啪的一声，那遥控器掉在地上，电视自己关上了。男人壮着胆子走过去拔掉电源，这才搂着小三儿回房。这被这么一闹啊，俩人也是没了兴致，只能睡觉。睡到半夜，这两人又被电视声吵醒，出来看，那电视却是关着的。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一夜，俩人是都没睡好。第二天一早，男人去检查电视机，却发现这电视机摸上去很烫，就像是有人看了一整晚，可是那明明连电源都没接。就打这一晚之后啊，男人和小三儿就经常在家里看到黑影。那黑影是小小的一团，有时候出现在门边，有时候出现在桌角，一闪而过，再看过去时又什么都没有了。哎呦，这房子里边也不知道是不是有脏东西啊，主人家找大师来看过了，根本就没什么用啊。这要不是给我加了不少的工钱，我都不想在他家干活了。就在刚才，他像往常一样去帮佣，一进门差点没被眼前的景象吓破胆。只见男人惊恐地看着小三儿头顶上方，双手抓着一把水果刀在空中胡乱地挥舞，嘴里念叨着：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因为太过害怕，男人握着的刀刃割伤自己的掌心，那鲜血滴在地上，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，把刀握得更紧了。小三儿好像受到什么东西的驱使，那喉咙里发出结结的怪声，闻着血腥味就追了上去。我跟你说，我开门的时候，那女人转头看了我一眼，她的脸好像换了个人，十分的吓人。根据邻居的描述，我这心里边大致是有底儿了，这多半就是招来的小鬼在作祟。
我跟着邻居来到那个男人家，邻居打开门，突然啊的一声尖叫，猛地后退2步，再也不敢上前。此时这房子里的景象已经发生了变化，水果刀不知何时被甩飞出去，就落在2人很远的角落里。女人的身上满是血污，分不清是她的血还是男人的血。她就像凭空生出一股怪力，死死地抓住男人不放。这男人拼命地挣扎，却怎么也挣不开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液从掌心的伤口处流出来，沿着女人的皮肤往上爬，向着女人的头顶汇聚，就好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吸食她的血液。听到叫声，女人低垂着的脑袋突然一顿一顿地转向大门的方向，就像是有什么东西骑在她的头顶，压得她不得不动作缓慢。我看到女人面容扭曲，好像承受着极大的痛苦，一道道纵横交错的血痕从她的手臂爬过脖子，蔓延到脸上。那些鲜血被她头顶的东西用力地吸吮着，自下而上快速地流动，消失在她的长发中。男人因为失血过多，脸色越来越苍白，挣扎的力道也而渐渐地弱下去，只能无力地喊着救命。我走过去，女人斜吊着眼睛，从喉咙深处发出低沉的嘶吼声，呲着牙凶狠地瞪着我，仿佛我再靠近一步，她就会扑上来咬断我的颈动脉。男人看到我，突然爆发出巨大的求生欲，他硬生生地拖着女人向我一步步爬过来。他身上的血渍沾染到地板上，又被女人身上的血痕吸走。他明明流了很多的血，可是地上却干净的就连一滴血迹都没有。他费力地抓住我的裤脚，激动地大喊：救我！救我！就在女人被控制着，僵硬地站直身体，抬起手朝我扑过来之时，我迅速地在女人的眉心用力地一拍，一团黑影从女人的头顶飞跌出去，远远地摔在墙角处，女人的身体立刻软绵绵地瘫倒在地。这黑影缩在墙角一动不动，就好像在跟我对峙。我抬起手，露出手腕上一串漆黑的珠串，黑影似乎有所感觉，以极快的速度窜向房间，消失在我视中。我把躺在地上的这对男女叫醒，男人醒过来之后，一脸惊惧地缩在一旁，瑟瑟发抖。女人就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是隔壁街口杂货铺的老板，我叫李凡。想了想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是陈叔叫我过来的。陈叔就是在这家里帮佣的邻居。李凡，你是李凡？这原本蜷缩在一旁的男人听到我的名字，立刻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表情十分的激动。这肯定是那贱人搞的鬼，李先生，你一定要得帮帮我。朝着卧室看了一眼，一团黑影在卧室的门口一闪而逝，似乎对我有所顾忌。你们先去医院包扎一下吧，之后来杂货铺找我。我和这对男女一起走出来，陈叔也是小心翼翼地跟了过来，4个人一块儿进了电梯。下了楼，这对男女相携着离开，陈叔这才低声地问我：这没事吧？我摇摇头，只是劝他暂时不要过来帮佣了，这下最近只怕是不得安生。我刚回到杂货铺没多久，包扎好的男人就和女人一起找上门来。一进门，男人就殷切地喊我凡哥，
这哪儿还有之前有钱人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？倒是这女人环顾一圈我的小店，有些不屑地哼出声来。男人也顾不上女人的态度，自顾自坐在我的对面，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。这男人说啊，他叫徐明，多年前突然失明，寻遍名医也查不出原因。在求医的过程中，这就结识了何心。何心不嫌弃他看不见，一直对他体贴入微，照顾有加，两人日久生情，不久就结了婚。婚后第1年，何心还经常陪着他四处求医。渐渐的，何心的态度变了。他说就算他一辈子看不见，他也不会嫌弃，让他放弃治疗，别再浪费时间折腾了。两人为此就产生了矛盾，经常吵架。最近1年，何心更是对徐明求医之事不闻不问，甚至嗤之以鼻，还时常因为徐明飞往各地求医大发雷霆。后来徐明就认识了周梦，随着两人来往越来越密切，这周梦偶然发现徐明的失明是人为的，有人在徐明的身上下了邪咒。这听到这儿我总算是有点兴趣了，我就问周梦也就是面前这个性感妩媚的女人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种害人的邪术，那知道的人很少，他竟然看得出来。原来徐明和周梦相识之后，很快就发展成情人关系。这有一次两人上床之后，周梦看到徐明的后腰上有一个奇怪的印记，他一眼就看出来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胎记，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咒印。于是他便把这个印记拍摄下来，找了个相熟的法师咨询。这一咨询还真就看出问题来。这种咒印来自于泰国一种十分邪恶的禁咒，施咒之人所求都会应验在被咒之人身上。也就是说徐明失明是被人下咒所致。这是多亏梦梦找来法师替我解了咒，我才得以复明。梦梦对我有此大恩，况且我和梦梦是真心相爱的。谁知道何心不仅不肯离婚，竟然还如此恶毒的害我。呵，这男人可真是会给自己的花心找借口。徐明看了看自己手上的绷带，有些愤恨又有些后怕地问：那啥，范哥，你看能不能帮帮我呀？这种三角情债惹来的麻烦，我实在是不想管。周小姐找来的法师相比十分厉害，既然能解咒，对付那小东西自然不在话下。周梦上下打量我一番，很是轻蔑地嗤笑一声：哼，要不是远水解不了近火，你以为我愿意上你这儿来啊？不过我看你这样，怕是也没什么真本事。这我也不生气，只是扫了一眼他脖子上的吊坠。呵，你这吊坠是护身法器吧？他既然能上你的身，只怕这吊坠是保不住你。想活命赶紧找人去吧。他这吊坠有问题，这可不是保平安这么简单。况且这女人看起来也是个狠辣的，狠毒的手段应该也有不少。我可是根本就不想跟这样的人打交道。好不容易把这对奸夫淫妇打发走，到了晚上又有不速之客找上门来。这一次来的人是何心。这天晚上过了夜里10点，这街道上已经没什么人了，我便打算早点打烊上楼休息。正当我准备拉下卷帘门时，一个女人出现在店门外。我抬眼看去，来人身高不足1.6米，容貌有些难看，这正是我之前见过2面的徐明的原配何心。相比于周梦的嚣张跋扈和狗眼看人低，这何心倒是很有礼貌。你好。
跟他温和的态度不同，他这整个人显得很阴沉。说实话呀，我也不太想搭理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原配和小三儿都不是普通人物，这是在隔空斗法呢。能不能谈谈？他嘴上虽然这么问啊，可是不等我回答，径直推开另一边的玻璃门，就走了进去。没办法，我就只好反身回到店里。他看着我，语气很平静，目光却非常冰冷。这是我家的事儿，希望你不要插手。本来这种家务事儿，那外人确实不好插手，只不过这原配和小三儿都是厉害角色，竟搞些邪淫之术，这一个没控制好，说不定就会伤及无辜的街坊邻居。我不得不提醒他，你也好，周梦也好，再这么下去啊，迟早反噬，害人害己。何心的脸上表情又有了一丝细微的变化，呵呵一笑，没想到你还是懂行之人。你们这家事儿我不管啊，只是如果陈叔再去帮佣，你可不要伤害他。这陈叔呀，也是个可怜人，儿子不成器，欠下一大笔赌债跑了，说是出去躲债，离家几年音信全无，完全不知是死是活。老婆是个病秧子，需要常年的吃药看病，根本就干不了活，全家就靠着陈叔做钟点工勉强生活。这徐明给的工钱挺高，陈叔肯定会再回去，只是他家里那东西得到了徐明的血液供养，只怕之后会闹得更加厉害。何心也不久留，离开之前也不知道是讽刺还是感慨，悠悠地说了一句：你倒是心善啊。拉下卷帘门，我准备上楼睡觉，想了想，还是拿出经文准备了一些东西。果然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刚把店门打开，这没过一会儿，陈叔就过来了。他面色有些犹豫。那啥，徐先生给我打电话了，让我继续上他家干活，工钱还给我翻了1倍。挺好啊，钱多一点，你家里日子也好过。虽然四下无人，陈叔还是凑近我，压低了声音。那啥，昨天我在门外偷偷的看着了，那屋里那分明是有不得了的脏东西啊。好，那东西是冲着徐明和周梦去的，跟你没关系。这陈叔虽然是没什么文化，但是对这类伦常八卦的确实很敏感，立刻就猜出来，说那东西是原配何心弄出来的。哎呦，这么闹下去，那会不会出大事儿啊？嗨，主人家的事儿你就别管了，你就干活拿钱。我拿出昨晚制作好的手串递给陈叔，那这手串你戴着，一刻也不能摘下来。陈叔听懂了我话里的意思，接过手串就戴在手腕上，连声的道谢。我想了想，又补充一句：你要是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马上来找我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我每天都能看到陈叔去上工的身影，也没再听到陈叔说起那家里发生的怪事儿。我就觉得有些奇怪，这小鬼怎么安分起来？下午，陈叔下工回来，路过我的店门口，被我给叫进店里。我就问他呀，最近那家里还不太平吗？陈叔说：哎呦，你这手串管用啊，自打我戴上了，就再也没碰上怪事儿了。看来他还是怕你啊。那你的雇主呢？陈叔一听，立刻露出鄙夷的神情。哎呦，那狐狸精也不知道发什么骚啊，经常大白天的就勾着男人做那事儿。
这都被我撞上好几次了，真是不知羞耻。哦，对了，有一回我还看见他给何小姐发了好多照片和视频，都是他跟徐先生的。哎呦，这俩人光溜溜的抱在一块儿，连衣服都没穿，你看过去白花花的一大片。你说这第三者怎么就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来？仗着年轻漂亮抢别人老公了，把原配赶出门还不算，还得发那些露骨下流的照片刺激人家。我要是何小姐啊，那可真是气死了。陈叔还在说着那些香艳的八卦，我却察觉出不对劲儿来。这个手串能让陈叔免于邪灵入体，除祟辟邪保平安，却根本无法压制那东西。他的安分更像是何心在预谋更可怕的报复。可是这周梦的表现也很不寻常，这就像是在通过男女之事施展某些邪术。我不免又多提醒陈叔两句，叮嘱他在那个家里千万当心，凡事留个心眼儿。陈叔连连答应，又说要回去给老婆煎药了，这才着急忙慌地走了。第二天，徐明慌慌张张地找上门来，他脸色苍白，脚步虚浮，我还以为他这时纵欲过度，身体亏虚了，刚想开口叫他悠着点，就见他抬起手伸到我面前，摊开手掌。解开纱布，我看着他的手大吃一惊，只见他掌心的伤口有点发黑，还在往外对对地冒出血珠子。你看看，这都1个星期了，这伤口一点都没愈合，而且血液一旦落到地板上，立刻就被吸得干干净净。你说那东西是不是还跟着我呢？他浑身发抖，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在发颤，显然这是想到那团可怕的黑影。看来这小东西他不是安分了，而是学聪明了，学会了躲起来偷偷地吸他的血。我就问他，你和周小姐最近那啥的频率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他没想到我会问这事儿啊，先是一愣，然后才说，是有点儿。不是，难道我这伤和这事儿也有关系啊？算是吧。我这也不算说谎，他这伤是何心养的小鬼弄的，那东西认主，会把家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何心。周梦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，这才故意当着那东西的面行苟且之事。何心受了刺激，徐明这伤就更加的好不了。徐明一听，面露迟疑，犹豫地说道，那啥，以前我并没有这么热衷性事儿啊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一看见周梦我就浑身的燥热，那根东西就胀得难受。这就奇怪了，我让他仔细地说说。这徐明说呀，上次从我的铺子离开之后，他就很害怕，就算再不信邪，可是掌心的伤口那明晃晃的提醒着他家里不干净。原本他是不打算再回那个房子去住了，他也不差钱啊，这样的高档住宅还有好几套呢，随便搬到哪里去都好，只要远离那东西就行。可是周梦咽不下这口气，死活不同意，俩人还为此大吵一架。周梦说，这事儿肯定就是何心搞的鬼，别以为你躲得掉，离开我更没人保得了你，我等着你回来求我。这当晚啊，徐明就一个人去住酒店，他心有余悸，就连睡觉都把房间里所有的灯都打开。到了半夜，他是越睡越冷，总感觉有凉风吹在脸上。他从睡梦中惊醒，这房间里就像冰窟一般，紧闭的窗户旁，窗帘无风自动，
他这吓得半死，跌跌撞撞地跑出门外，大叫着招来酒店的服务员。那服务员也觉得奇怪呀，这时候已经入夏了，夜里也有个20多度，可是这房间里就像寒冬腊月一样，刚走进去就冻得人直打哆嗦。再看空调，怎么也打不开，既不能制冷也不能制暖，突然的就坏了。没辙，只能给徐明换一间房。可是徐明哪里还敢睡觉，这深更半夜的无处可去，就打算窝在房间里硬撑到天亮。进了房间，他照样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这里里外外检查一遍，没有什么异样，这才稍微的安下心来，缩在床头直挺挺的坐着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渐渐的打起了瞌睡。就在他快要睡着时，迷迷糊糊间就感觉有什么东西掠过他的鼻尖，有点痒。他也没多想，抬手去挠，这却挠到了一把头发。他吓了一跳，一下惊醒过来，猛地睁开眼，就看到近在咫尺的地方飘着一颗头。这颗头凑在他眼前，几乎跟他鼻尖碰着鼻尖。这他哪儿还顾得上害怕呀，抓起手边的枕头胡乱的挥舞，连滚带爬的朝着房间外跑去。他边跑边回头看，就看到这颗头紧紧的追在他身后，追到房间门口却停了下来，就好像受到什么牵制，出不了房间，只能在门口远远的盯着他。这时他才看清这颗头颅的脸，正是何心。被这一闹腾，他哪儿还敢再回房间呀？他倒是想立刻离开这里，可是酒店外边黑漆漆的，他怕出去再遇到什么可怕的东西，就只能坐在酒店的大堂的沙发上瑟瑟发抖。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他给周梦打电话，低声下气的认错，周梦这才接他回家。然后梦梦又找了相熟的法师帮忙，他说我这是中了降头，按照法师的指示解了降，那团黑影就没再出现了。只是我对姓氏的需求越来越大，这手上的伤口也一直不见好。我考虑了一会儿，决定还是实话实说。那啥，徐明啊，你可能是被周梦给骗了。我告诉徐明，他手掌的伤口迟迟不好，是因为那个东西还在他家里，一直都在吸着他的血。只不过他知道周梦会想办法对付他，所以躲藏起来，不让他们发现。就目前来看，周梦并没有能力彻底解决掉他，只是用了一些法子暂时的压制他，让他不能再上他的身，也不敢在他们面前出现。可是这周梦对他做的那些，那可不是解降，而是下降。徐明不敢置信，惊疑不定地问道：不是，你这意思是说周梦要害我呀？怎么可能？我的眼睛就是他治好的。从你这描述来看啊，他下的应该是情降，也说不上是害你，就是让你对他爱欲情深，所以你才会愈发的痴迷他的肉体。难怪啊，难怪我最近对他的情欲越来越强烈，一看见他我就忍不住啊。可是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了永远跟我在一起吗？那我早就答应他了，会离婚娶他，他根本就没必要弄这些歪门邪道啊。我这实在不知道该说这个男人自负还是愚蠢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他还认为那2个女人隔空斗法是因为他吗？核心明显的是要向他们2人报复。周梦不过是利用徐明来刺激核心，以此来回击他，享受在精神上凌虐他的快感。
我没有点破，而是问起另一个关键问题。对了，你这眼睛怎么回事啊？说到这事儿啊，徐明露出一种既恐惧又愤怒的表情。他说，当初那位法师告诫他要小心身边人，他复明之后曾找人调查过，种种迹象表明，这下周害他的人正是他那个曾经温柔体贴的妻子。这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可是谁知道那女人，她不仅相貌丑陋，心肠也是歹毒至极。那次周梦找上门来，逼着何心离婚，何心自然是不可能同意，这俩人就大吵起来。何心指责周梦是不知廉耻、拆散他人家庭的第三者。面对何心的控诉，周梦冷笑一声：“你以为你自个儿是什么好东西啊？你不过就是下咒弄瞎徐明，偷走他的婚姻的毒妇。”在徐明的逼问下，何心终于坦白一切。原来啊，在徐明完全不知情的时候，何心早已暗恋徐明很久。他自知自己相貌丑陋，徐明是不可能看得上他，于是他利用邪术致使徐明失明，再借机接近他，取得他的好感，并成功的嫁给了他。结婚之后呢，他千方百计的阻挠徐明求医，也是因为害怕徐明复明之后会抛弃他。可是没想到千防万防，徐明还是出轨了，而且在周梦的帮助下解了咒，恢复了视力。徐明听罢，这时气怒交加，哪里还忍受得住，上去就啪啪几记响亮的耳光。何心被打得重重的摔倒在地，脸颊高高的肿起，嘴角渗出血来。周梦见状，怎么会错过这绝佳的机会，立刻上前朝着何心的身上狠狠地踹了几脚。这俩人出了气了，这才将被打得伤痕累累的何心赶出了家门。这三人之间到如此地步，早就说不清是谁欠谁更多。我就只能告诉徐明，只有解决他家里那东西，他这伤口才能痊愈。不过他最好是小心点儿，要是解决的不彻底，他的反扑只会更加厉害。打发走徐明，没过一会儿，我就看到陈叔从高档住宅区那边回来。我叫住陈叔，问他怎么回事。陈叔说：“那啥，那徐先生好像是有什么心事儿，一回来就说要给我放几天假，工钱照算。然后他就拉着周小姐进了书房，神神秘秘的，好像在商量着什么。”我就交代陈叔了：“你最近就别去他家了，我另外给你找个雇主。”这陈叔立刻反应过来，凑上前压低声音问道：“这是那东西又要作怪了吗？”我也不便多说，只是点点头，让陈叔回家等我的消息。没成想当天晚上又出事儿了。过了夜里11点，我刚把卷帘门放下来，正准备上楼睡觉，身后的卷帘门就被拍得砰砰作响。“樊哥，你在吗？樊哥！”这是徐明的声音。我拉起卷帘门，衣衫不整的两人就深一脚浅一脚的扑跌进来。徐明穿着一条睡裤，光着膀子；周梦披头散发，更是只围着一条小毛毯。这俩人都光着脚，一脸惊魂未定的模样。我把卷帘门重新放下，从货架上拿来2双新的拖鞋给两人穿上，这才问道：“这次又出什么事儿了？”这徐明抖着嗓子说：“刚才那东西又出来了。”白天，徐明回家支走陈叔之后，他就跟周梦商量着该如何对付那东西。周梦纵然想气何心，可是这东西着实凶猛，虽然暂时的被他压住了，但毕竟在同一个屋檐下，你要说毫不忌惮那是不可能的。
当下就联系法师，寻求解决之法。可能是被他给听着了，这夜里便又出来作怪，这一次比之前更加的凶猛。就在刚才，因为情咒的缘故，徐明和周梦两人在卧室里颠鸾倒凤，这正是兴奋的关头，紧闭的房门突然响起刺耳的抓挠声，那就好像长长的指甲划过门板，那声音刮过耳骨，激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。两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门口看去，只见门锁被什么东西从外边转动，滋啦滋啦地转了一圈，咔嗒一声，门开了，一团模糊的黑影就出现在门缝里，它贴着地面，快速地向床上的两人爬去。两人根本就来不及反应，黑影已经近到眼前，一跃就骑上周梦的脖子。这周梦吓得尖叫，徐明抬手拼命地拍打，可是根本就触碰不到。黑影一直牢牢地盘踞在周梦的肩头，徐明掌心的伤口又流出血来，却都被那黑影给吸食干净了。那团黑影甚至隐约地泛起了血光。这俩人被一股力量紧紧地捆绑住，赤裸着身体面对面地搂抱在一起，仿佛受到牵引般，不由自主地向着阳台走去。这俩人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恐惧。这团黑影这是要摔死他们。眼看阳台就在眼前，两人被黑影向外推去，半边身子已经探出护栏之外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周梦扯下胸前的吊坠，狠狠地朝着黑影砸了过去。黑影陡然失去力量，瞬间摔在地上，一转眼就消失不见了。这俩人死里逃生，哪儿还敢继续待在屋子里啊？这就慌忙地逃了出来。周梦此时早就没了当初的嚣张跋扈，惨白着脸，在椅子里蜷缩成一团。我就问他：“你那吊坠哪儿来的？”他不明所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就从法师那儿求来的。”这当初何心被他和徐明赶走之后，他就预料到何心一定会报复，就特意去找法师求了这个法器，这就是为了提防何心。可是没想到何心的邪术竟然如此厉害，2次都险些着了他的道。我摇了摇头，你这吊坠做了手脚了，这根本就不是保你，这是在害你。上一次见面我就察觉出他这吊坠有问题，那东西轻易是上不了身的，除非被上身之人身上有媒介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媒介多半就是那个吊坠。周梦想了想，如何都想不起来他的吊坠是什么时候被调过包。我又转向徐明，那东西用你的血液来供养，恐怕跟你有血缘关系。这徐明大吃一惊，随即怒道：“何心那个贱人，这是疯了，彻底疯了。”这俗话说呀，虎毒不食子。可是没想到何心为了复仇，竟然将自己的亲生骨肉炼制成这种害人的东西。不过眼前这两人也不值得同情，只是可怜那个未出世的孩子。3人之间俨然已是死仇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事儿就只能他们自己解决。我留2人在店里住了一晚，第2天一早，2人没说什么就自行离开了。之后几天日子很平静，听说徐明和周梦出远门了，我猜就是去找那个厉害的法师去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这邻里间就开始津津乐道一个新的八卦，说是徐明和周梦刚从外地旅游回来，何心就杀过来，原配小三儿一见面，免不了这又是大打出手。据当时周围的邻居说，
这三人闹得厉害，虽然关着门看不见屋里的情况，可是打架的声音却是响得很，门外的众人都听到了。这房子里噼里啪啦作响，好像有人被追赶的四处乱窜，把桌椅摆设都撞翻了。疯狂的咒骂声和尖利的笑声听得屋外的人毛骨悚然，甚至还有人听到小孩凄厉的哭声。就在邻居担心出事儿，正要报警时，这屋里的声音戛然而止。没过多久，门打开了，何心脸色死灰地走出来，踉踉跄跄地离开。众人只当是原配又一次被渣男和小三儿联手赶出家门，议论几句负心汉和狐狸精，就纷纷的散了。不过这事儿当然不像众人以为的那么简单。我从徐明那儿得知，他和周梦带上吊坠去外地见了那个厉害的法师，吊坠被拆开，有一块腐肉从吊坠里掉出来，而那吊坠的内壁上还写满着奇怪的皱纹。法师捡起那块腐肉仔细观察，很快就发现这是用早夭的死胎炼制的邪物。又听徐明说，这邪物竟然是以他的血液为食，十分的凶险，一般的法器根本就对付不了。在徐明和周梦的请求下，法师答应亲自走一趟。法师到来的当天，这一进门很快就发现那东西的藏身之处，当即布下法阵把他困在其中。他也知道这来人是要消灭他，不甘束手就擒，疯狂地冲撞法阵，好几次差点逃脱。与此同时，有所感应的何心正向着徐明家赶来。就在那法师施法收服他时，何心闯进来，打断了一切。何心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困在法阵中，险些就灰飞烟灭，当场怒不可遏地动起手来。可是双拳难敌四手，况且法师占着先机，几个回合下来，这房子里是一片狼藉。何心最终还是败下阵来，小鬼被灭，何心心灰意冷，这才有了邻居看着他踉跄离开的那一幕。解决那邪物，徐明和周梦这总算是放下心中的大石头。可是还没得意2天，一则消息传来，何心自杀了。他这被发现时，何心躺在房间里，早就没了呼吸。据说当时的景象十分可怖。何心躺在房间中央，四肢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姿势，4个墙角分别有着一堆燃尽的符纸，以尸体为圆心，周围的地板上和4面墙上都用鲜血画满诡异的皱纹，整个房间被布置成一个祭坛。何心以自己的血肉为引，生命为祭，这是在施展一种极其凶恶的禁咒。起初徐明和周梦十分害怕何心会回来复仇，家里的门窗都悬挂上法器。就这样胆战心惊的过了2个月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。这俩人就放下心来，只道是何心不甘心，临死前还设局骗了他们一把。很快徐明就和周梦再婚，周梦终于是如愿以偿，名正言顺的成了徐太太。婚后不久，周梦怀孕了，徐家却又开始怪事儿连连。这周梦啊，就经常梦到一个小孩，那个小孩不哭不闹，只是死死地盯着他的肚子。在梦里，那个小孩离他越来越近，甚至爬到他的身上，啃咬着他的头发和手指甲。令他害怕的是，等他醒来，发现自己的头发和手指甲是真的少了一截儿。徐明也开始出现幻觉，就经常在家里看到幻影。他变得神经兮兮的，总觉得家里还有其他人躲在暗处窥视着他们。这一天，徐明的幻觉又发作了。当时周梦正在午睡，徐明恍惚间就看到何心出现在床边，
伸手就向着周梦的肚子摸过去。徐明大惊失色，认定这是何心要伤害他的孩子，便冲过去想将他赶走。周梦被嘈杂声吵醒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徐明对着空气不停地挥动双手和疯狂的模样。徐明听到周梦叫他，这才停下动作，面前已经没有了何心的身影。他转身看向周梦，这一看却看到何心就躺在周梦的身旁，阴森森地冲着他笑，然后一个翻身压在周梦身上。在徐明的震惊注视下，两个身影逐渐重叠在一起，合二为一。徐明扑上去，掐着周梦的脖子疯狂地摇晃，却是想要把占领他躯体的核心赶出去。周梦被掐得呼吸困难，拼命地挣扎，可他哪里是陷入狂躁的徐明的对手？没多久他就一动不动，停止了呼吸。这时徐明才清醒过来，颤抖地松开双手，跌坐在地上。杀人了，他杀人了！他转身想逃，刚爬起来，却双腿一软，又摔在地上。突然他听到身后传来一丝的响动，他回过头去，就看到惊骇的一幕。刚才已然毫无生气的周梦，此时正坐起身，下床朝他走来。徐明被吓得愣在原地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周梦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不，这不是周梦，他分明在这具身体上看到何心的脸。周梦和何心的脸不断交替的出现，一会儿是周梦，一会儿是何心。当他走到徐明面前，弯下腰来，徐明看到最后定格在这颗头颅上的是何心阴沉沉的脸。在强烈的刺激下，徐明伸手抠下自己的眼珠子。几个月之后，当我再一次见到徐明和周梦，徐明疯疯癫癫的已经瞎了，而周梦挺着个大肚子，即使笑着，整个人也是阴气沉沉。他的脚边还跟着一团小小的黑影儿。